大家好，接续上部影片，这些钢架上的油漆干燥之后，将剪裁好的木板底座进行回铺。回铺之前呢，先用砂纸将木板表面刷一下，才来再次利用修整老屋时剩下的残料。由于整理通铺时，在实木贴皮上得先上2层底漆后，才再上2层面漆啦。日前拍摄的实木贴皮影片呢，也是丢在资料库里没有剪辑啦。重新搭设这狗屋，仿佛是修整老屋的缩小版了。毕竟材料都是使用原来剩下的，只是现在是将护木底漆直接涂刷在实木上。这几块木板几十年下来还很坚固，算是很好的原木啊。涂刷底漆的目的是要填满木头的缝隙啊，也是要保护木头，隔绝空气啊。只是要上护木漆第一层会比较花时间啊，因为要填满缝隙也需要多一点的漆量啊。不过护木漆是水性的，干燥的时间比较快。如果天气好一点，不用半小时就可以再上第2层底漆。要上第2层底漆时，若是人要睡的，可以再用细砂纸再次磨平。狗要睡的话，就可以省略了。毕竟狗身体有一层厚毛可以保护啊，平时都可以躺在沙土里面玩耍了。再用砂纸磨平，真的是很无感啦。另外，实际使用护木漆的感想最贴近人的感受，大概就是手机表面包膜。要让护木漆的效果非常好，木板表面处理多花一点功夫，才会有明显的视觉效果。就像手机更换保护贴，也是得先将原本的保护贴清除干净。只是清理时要用纯手工清理会非常花时间啦。上完底漆之后，木头的颜色会有略微变深的效果。接续将木门表面贴皮继续用完木门贴皮的影片在老房整修的影片中说明会比较详细差别的做法是，由于切割隔板时呢，为了方便卡进钢构中，有略微裁剪小一点因此在进行贴皮前，有将木板的侧边补上白胶用意是除了可以增加包覆性，也有增加一点弹性与收缩性这在进行狗屋组合时，就可以看到明显效果。进行贴皮完毕之后，木板感觉获得了新生命接着继续对底下的木板漆上面漆面漆的用途可以保护底漆之外，整个硬度跟光滑度也会有所提升涂刷干掉之后，用手触摸表面的感觉，就会很像穿了一双新球鞋，在地上摩擦时出现摩擦的声音而这室内面漆是选择哑光的色系经由光线照射后，只会出现低度反光的现象由于面漆干掉的时间也算快所以这可以与木板贴皮交错着做也是可以节省一点等待的时间因为有下雨的预期还在下雨前做了一点准备算是慰劳自己一下。平常只水煮的方式，还有时间将煎扁留下的残料鱼油再拿来炒一下拉面，芦笋与芹菜跟大量葱花则是配菜。这时间还有芹菜可以用也是很厉害。吃饱继续上工，
将贴皮木板背面干脆也上一下漆啊。雾相色的水泥漆跟外墙颜色一样自然也是材料在利用啊。由于老天赏脸啊，吃完面后呢，最后一波的雨势就停了。经过1天后，就可以开始组装了。组装的过程可以发现，事先在木板周围补上白胶，所增加的弹性与伸缩缝的效果啊。一旁的钢材结构似乎变成安排好的沟槽卡榫了，不用在任何作为就可以卡得很紧了。最后先决定开大门走大路，进出口呢开整片门了。这若是摆在室内，看起来会比较合理啊。室外的话就缺了那么一点遮蔽性啊。实用为主的狗屋结构大致完成。然而，与其说这是 DIY 搭设狗屋啊，个人拍摄的影片很多时候是在做想法或是材料利用啊。多接触一点材料使用，再将技能组合起来，也是可以拿到别处应用啊。在狗还没有进驻之前，狗屋倒是很像行动办公桌摆上行行的惯用垫背后，就可以进行实测狗是否会自己进去睡啊。这位置因为没有日照又有向风啊，算是很凉的地方。平时狗会跑来这纳凉啊。拿瓦显然没办法接受睡别狗的狗屋啊。接下来的影像是定点拍摄，事后采用软体拉近距离观看，刚刚的反应就可以发现它有多警戒跟社恐了。只是将狗屋推过来，人踩踏过此处，它一来就先四处查探才敢躺下睡觉了。没有绑起来，它很容易就缺乏安全感了。另外，需要将狗绑起来的原因，是因为除了这是乡下，生活空间也全是开放的。不绑的话，对狗跟陌生人而言，其实会比较不安全啊。至于拿瓦放风可以不绑的原因，则是它不会跑到马路上去啊。这是试图要抓它被它发现的漏网画面啊。个人的角度是看不到它，还以为它在熟睡中啊。养了近1年的狗还有这样的反应真的很不容易啊。最后剪裁好的拉帘还是派上用场啊，又将狗屋修正一下，来增加隐蔽性跟安全感啊。这大的背板因为只放在轮子上啊，就改放到另一面，改开半边门啊。而这空间不算小啊，开大门的话，其实2只一起睡也还够啊。目前就只能让听话的拿瓦先进来测试一下空间感了。谢谢收看。